这位女士名叫黄道熙，她担任银星集团战略企划室的领导，大家都称她为女王制造者。她能将负面形象通过自己的指导快速转变为备受推崇的正能量强女角色。银星集团的次女殷才玲，她曾狂躁地殴打司机和公司职员，却依然悠闲地在店里挑选衣服，并没有急于为她洗脱罪名，反而称她为热议的焦点。她的着装也需凸显个性，必须穿得够吸引眼球，这样人们就不会只关注殷才玲的过错。网络上现在到处都是殷才玲打人的视频，黄道熙必须尽快平息这场舆论，因此他安排了记者去拍摄殷才玲的穿搭细节。等他进入审讯室后，黄道熙又让手下给殷才玲拿来吸奶器。银星集团有自己的公关团队，紧接着他们会用这些拍摄的照片来操作舆论。殷才玲在生产2个月后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她从生孩子后就开始焦虑和脱发，还因为工作压力出现了抑郁症状。即便如此，殷才玲会利用空闲时间挤奶。网络上很快充满了相关报道，职业女性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故事，这些关键词每一个都能触动人心。再加上殷才玲的装扮，吸引了部分人的注意，这场舆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黄道熙在银星集团工作了12年，他处理过无数这样的公关危机。昨天为了保护殷才玲，他甚至连鞋子都丢了，一个小记者把他的鞋子拿回来还给他，还顺便嘲讽一番他这种商业精英不懂底层的辛苦。黄道熙对帮忙的拒绝态度让那个小记者非常愤怒，为了支持那500名临时工，著名的吴律师甚至搬到了楼顶去示威。可黄道熙还穿着他的名牌鞋，背着名牌包，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名牌一样。面对他的谩骂，黄道熙一点都不在意，他只是伸出脚让对方看看他的玉清大拇指。这些看似光鲜的商业精英可不仅仅是靠脸蛋和名牌堆砌起来的。多年前黄道熙还只是一个小职员，是因为帮银星集团的总裁处理丝巾问题，才慢慢进入了总裁的视线。后来靠自己的努力，他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除了要处理外界的舆论，他还得照顾好殷家每个人的情绪。殷家的长女并不喜欢殷才玲的丈夫白载明，而殷才玲本人总是对白载明大打出手。黄道熙只能等他们气消了，再帮白载明处理伤口。作为一个财阀家的女婿，他脸上不能有任何伤痕。平时王道熙总是帮白载明准备好领带，如果领带上的袖钉掉了一个，他都能立刻发现。白载明自己倒是不怎么在意，黄道熙也不想为难这个小秘书。最近他忙着去对付楼顶的吴律师，每个官司吴律师都能赢。黄道熙试图用金钱贿赂他，但吴律师坚定不移，决心为那些员工争取公正。黄道熙无计可施，只好派人去强行带走吴律师。处理完这件事之后，白载明再次找到他，他抱怨说小秘书最近在威胁他，仅仅因为他没能抗拒，对小秘书动了情，小秘书就想纠缠不清，迫使他负责任。他说要是白载明不和他一起，就要把白子明欺负他的事公之于众。白载明这么说后，黄道熙自然是信了，他立刻回去调查小秘书的背景。第2天就把小秘书叫到办公室，发现小秘书腿上有个纹身，原来他之前在酒吧工作，却隐瞒了这一事实，成功混入银星集团，还利用女性的名誉来威胁白载明。黄道熙最鄙视这种女人，于是严厉威胁她，让小秘书立刻打包走人。小秘书跪地大哭，诉说自己确实被白载明欺负，但黄道熙只觉得这女人心机深重，她相信自己的人生观。没想到这次她看错了，她刚走出大楼，就看见小秘书从楼上坠下，摔在了车顶上，手里还握着一枚高档袖钉。这枚袖钉属于白载明。财阀姐妹互扇耳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身亡争斗中，唯一的清流竟是黄道熙这位财阀家族的员工。原来他是银星集团战略企划室的室长，一直在帮银星集团清理一桩又一桩的烂摊子。但目睹了小秘书坠楼的一幕后，他的良心终于挣脱束缚。小秘书临终前紧握的那枚袖口，属于银星集团的2女婿白载明。跳楼前，小秘书还给黄道熙发了一封邮件，在邮件中他告诉黄道熙，白载明确实欺负过他，他以前在酒吧工作，只是为了挣钱读书。小秘书从未做过出卖自己的事，但白载明无视他的抗拒，强行侵犯了他。在挣扎中，他扯下了白载明的袖口，但他的话没人重视，没人会相信他的话，即使是黄道熙也是如此。黄道熙不敢相信自己把一个好人逼上了绝路。当初他相信白载明，就是因为白载明展示了小秘书威胁他的聊天记录。黄道熙急忙找到白载明，再次要求查看那份聊天记录，结果那只是白载明的另一部手机。他故意将备注设置为小秘书的名字，让黄道熙误以为小秘书真的在威胁他，这样黄道熙就会帮他赶走小秘书。黄道熙终于看清了白载明的真面目，但他无法公开真相。小秘书的邮件和那枚袖口
他必须深藏不露，因为他属于银星集团，银星集团的荣辱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心里备受折磨，但黄道熙还是没有打算辞职。小秘书的事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他只能努力避免未来的灾难。这段时间，吴律师在银星集团楼顶搞事，黄道熙尝试劝阻，但没用，只好派人强行将他拉下来。想到银星集团的手法，黄道熙担心吴律师可能会有危险，于是他急忙赶到现场。当手下开始对吴律师动手时，他站到了吴律师前面。黄道熙为他挡下了一次攻击，但在吴律师眼里，感觉是黄道熙把他推下去的。幸好下面有气垫，吴律师只是轻微受伤。借助这次坠楼事件，吴律师支持的500名失业员工终于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期间，黄道熙没再管集团的事，因为他去参加了小秘书的葬礼，发现那个罪魁祸首白载明也来了。他装作一副好人的模样，还对小秘书的家人表示关怀。黄道熙气的牙都要咬碎了，但他没想到白载明的无耻还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这段时间黄道熙没去处理集团的舆论问题，白载明向总裁提出了一个提议，建议把被裁的员工全部请回。总裁一直对现任市长的勒索不满，只要能把市长拉下台，让白载明展现出人心，白载明就能逐步走向市长的位置，到时候市长也是他们自己人。这样总裁的银星集团还有什么可担心的？白载明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让总裁直接开除他。同时，殷彩玲姐妹俩在电梯里大打出手，两人都想成为集团的继承人，都想站在更靠近顶峰的位置，看看谁更能干。殷彩玲和白载明这对夫妻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可惜吴律师只看到了殷彩玲的缺点，却没看到白载明的恶行。看到白载明决定把所有被裁的员工重新请回来，吴律师高兴地在镜头前跳起舞来。黄道熙看到这幕时，气得直接砸了电视。白载明原本就是个伪君子，现在竟然受到这么多人追捧，担心他一旦有了更大的权力，会更加肆无忌惮。黄道熙去求总裁不要再重用白载明。以前他总觉得他跟他的女儿们不一样，但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黄道熙不想再做帮凶，于是他坚决提出辞职，即使未来一无所有。吴律师突然向银星集团的二女婿挑战，而支持他的竟是银星集团的前高管黄道熙。黄道熙原来是银星集团最锋利的武器，但当他发现银星集团用他这把刀去伤人时，他立刻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辞职报告。可惜在他发送之前，就收到了总裁的解雇通知，自愿辞职和被解雇的待遇差距巨大。黄道熙不仅失去了退休金，还被迫归还了公司提供的豪宅和豪车，甚至他重病的父亲也被迫转移到其他医院。集团总裁收回了给黄道熙的所有特权和物品，仅仅1天时间，他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但他无法反抗，因为他的下属柏智妍背叛了他。柏智妍录下了黄道熙和秘书的私密对话，如果黄道熙敢泄露银星集团的秘密，他就会把录音公开，届时全国的人都将知道真相。秘书之前在酒吧工作过，还会被误解为利用身份敲诈他人的坏女人。为了保护秘书的名声，黄道熙只能默默忍受这份冤屈，但他心有不甘，不想让银星集团继续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他找到了吴律师，希望吴律师能够角逐高位。他拥有足够的人气和支持，只需要黄道熙稍作安排，就能将害死秘书的白载明从位子上拉下来。现任市长已经辞职，而使他下台的正是黄道熙。黄道熙策划的行动，让市长一家的私生活完全暴露无遗。害怕贪污事实曝光的市长，只得主动辞职。黄道熙将这份计划展示给吴律师，他希望吴律师能看清政商界的黑暗面。如果没有正义的领袖，那么百姓的苦难将永无休止。仅凭这个计划，是不可能让讨厌他的吴律师来和他合作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黄道熙直接透露了小秘书的死讯。吴律师原本还以为白载明是银星集团里为数不多的好人，但知道了小秘书的真相后，他意识到白载明不过是个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当白载明参加竞选发布会的时候，吴律师直接划清了界限。吴律师其实并不想竞选市长，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他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挑战。黄道熙对他的反应非常满意，这不仅给白载明制造了舆论风波，也为自己增加了话题度。这件事之后，明星集团的总裁肯定会对白载明大失所望。他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白载明身上，甚至不惜将黄道熙赶出公司。现在白载明却让他大失所望。黄道熙如今参加任何活动都泰然自若，他已经不再那么计较了。他甚至准备好扮演好丈夫的角色。白载明原本就是依靠吴律师的支持才在明星集团中获得了地位，现在吴律师和黄道熙联手对付他，他当选市长的几率微乎其微。可以说白载明太过自大，他以为没有黄道熙集团照样能运转，甚至以为
自己和黄道熙是同一个级别的。国载明让国之言来解决这件事，而国之言想到的办法就是直接对黄道熙下狠手。当他和吴律师喝酒结束后，一辆汽车直接向他驶来。黄道熙命大幸运地避开了这次灾难，吴律师也彻底支持他了。黄道熙出院之后，吴律师正式宣布将参加市长竞选。他本就有众多支持者，加上黄道熙的强大人脉，他们很快就设立了办公地点。黄道熙分析了当前的竞选形势，发现吴律师在候选人中排名垫底，只有击败女候选人徐敏年，吴律师才有机会直接对抗白载明。得知白载明将与徐敏年进行电视辩论，黄道熙便利用自己的身份向电视台施加压力。他曾在银星集团担任高层，自然清楚电视台台长与银星集团的内幕，以此作为威胁手段，台长只好答应他，决定让吴律师也加入辩论。与此同时，黄道熙派人暗中跟踪徐敏年，一旦抓到徐敏年的把柄，就能有针对性的出击。黄道熙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银星集团也在行动。总裁知道黄道熙的能力，担心白载明不是对手，特地请来了一名助手。这名助手曾助力2任总统上台。黄道熙虽在商界厉害，但老卡在政界更为狡猾。一听说吴律师要参加辩论，老卡立刻取消了白载明的行程，让区电视台重新安排。2位女性候选人的辩论已经很激烈，白载明若参加，只会显得黯然失色。黄道熙不关心幕后的大人物，白载明不去电视台反而更好，这样他就能给徐敏年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已经为吴律师换了一身新装，团队也是非常专业的。黄道熙现在只需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就能让徐敏年坐立不安。面前这位女士正是徐敏年的金主，徐敏年一边拿她的钱，一边暗中对付她的化工厂，这是黄道熙发现的情况，用这个信息对徐敏年进行打击。结果他一离开，老板就把徐敏年叫来，狠狠教训了一顿。徐敏年知道老板不会自己调查，肯定是有人在老板耳边说了些什么。当知道那人是黄道熙，他气得马上派人找吴律师的把柄，双方还未见面便已经火拼。这一切吴律师并不知情，所有的策略都是黄道熙在操作。吴律师每天只需准备演讲稿，为了让徐敏年无力反击，黄道熙还提供了化工厂的资料。只要吴律师在节目中提及此事，徐敏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他说不关闭化工厂，就会失去支持他的人；如果他说要关闭化工厂，就会失去资助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徐敏年将如何选择呢？黄道熙和律师的计谋成功了，徐敏年虽然赢得了民心，却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支持。但这还不是他们的杀手锏。黄道熙的最大招是一个曾与徐敏年有过情史的20岁小男生，他把这个男生带到节目现场，徐敏年果然慌了神，说不出话来。他害怕这个男生会在众人面前透露过去的情史，只好急忙结束节目。他的离开意味着吴律师这次辩论赢了。吴律师真的很真诚，他总是站在人民这边，因此赢得了众多支持。这下徐敏年无路可走了，估计不久后吴律师就能和白载明直接对抗了。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的财阀家族，顶级公关人员辞职帮助律师竞选市长。在这条路上，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正是财阀家族的2女婿白载明。白载明外表是个时间管理高手，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但为了维护好男人的形象，他总拉着他的妻子殷彩玲在媒体面前秀恩爱，外界都在说他们婚姻不和，他们就在镜头前上演亲密互动，发布了夫妻情深的新闻稿。白载明的人气又上升了。但黄道熙在银星集团工作了12年，他早已看透了每个人的真面目。看到白载明忽悠那些不懂的人，他感到非常恶心。黄道熙找了个记者，曝光了明星集团下的秘密企业利亚公司霸占了普通人的公寓，把本来要住500万人的地方据为己有。这一消息一出，总裁自然是要请副市长来喝茶，因为利亚公司正是他的集团下属。副市长收了他不少好处，对他的要求通常都是言听计从，所以当总裁要他处理这件事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按总裁的指示行事。被告企图将利亚公司和银星集团区分开来，但黄道熙早已识破了总裁的伎俩。黄道熙让副市长按他准备的稿子发表演讲，否则他就会揭露利亚公司与银星集团的勾结，包括副市长的受贿行为。市长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公开宣布将严查利亚公司，并等待下一任市长上任后，利亚公司是否能够获得重建许可证，将完全由市长来决定。电视前的总裁看到这条新闻，立刻怒火中烧。他没想到副市长竟敢背叛他，更没想到黄道熙有这种手段。利亚公司的工程被迫停工，英星集团1天内损失了28亿韩元。总裁恨不得将黄道熙碎尸万段。在黄道熙看望完他父亲后，父亲发现总裁已经在他家门外等候。自从黄道熙离开银星集团那天起，他就注定与银星集团势不两立。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秘书。小秘书之死是因为白载明，他绝不会让白载明成为市长，继续祸害女性。他与总裁公开对抗，殊不知总裁有许多方法对付他。他非常了解黄道熙的弱点，尽管黄道熙早已与前夫离婚，但他还有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在世，只要动用手段对付他的父亲，黄道熙必然心神不宁。黄道熙并不知道总裁和老卡的阴谋，这几天他仍在忙着帮助吴律师排除障碍。虽说徐敏年不足为患，但也需随时警惕其反击。于是黄道熙派人调查徐敏年的女儿，果然找到了对付徐敏年的有效手段。他女儿目前所在的学校是他通过关系安排进去的。徐敏年的支持者大多是女性，女性最关心的是家庭和孩子。这条消息一经传出，大家开始纷纷抵制徐敏年。但徐敏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直接找来自己的女儿，剪去了她那头太妹风格的发型，并让她装扮成模范学生的样子。她因为热爱音乐，她妈妈就利用关系让她进了音乐学校。他们只是在寻求救赎，他们有错吗？这个策略果然有效。之前还义愤填膺的人们，现在突然开始同情支持他们。徐敏年成功的扳回了一局，但他不打算坐以待毙。现在轮到他反击了。韩剧为何每出一部就火一部？因为导演敢拍，编剧敢写，制片人敢投，把官场的真实面目搬上荧幕。在这个圈子里，不管你是谁，只要用钱就能给你泼脏水，保证准确无误。但他们追求的是舆论效果，而非真相。徐敏年为了竞选市长，不惜编造故事来诬陷吴律师，和他是同样想法的。还有白载明那边的老卡，他们都打算利用这件事来打击吴律师。吴律师一直以来都是民众的代言人，现在一旦爆出他挪用资金的消息，舆论将疯狂地攻击他。黄道熙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找到徐敏年，他想要用法律手段迫使徐敏年收回他泼出的脏水。但徐敏年还有后手，他根本不怕他们告他诽谤。黄道熙的前夫正好在徐敏年的麾下工作，黄道熙试图从他口中套话，可是两人立场不同，前夫并不愿意透露任何计划。黄道熙只好让吴律师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但在他们采取行动前，老卡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指使人将黄道熙的痴呆父亲送到野外，这样黄道熙忙着寻找父亲，就会忽视吴律师那边的事情。届时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使他们措手不及。黄道熙本以为自己能在记者招待会前赶回去，但他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父亲。与此同时，徐敏年那边已经先一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请来了吴律师之前的支持者，这人是后援会的财务负责人。他向所有媒体宣称，吴律师指使他挪用了后援会的资金，但事实当然非如此，真正挪走资金的人其实是他。徐敏年发现了这一点，就用这件事来威胁并诋毁吴律师，表示吴律师为了自己家的财产，不得不按照徐敏年的剧本发言。有了这位证人，吴律师的贪污指控就成了铁证。吴律师激动地冲到现场寻找财务，但财务已经坐上徐敏年的车离开了现场。吴律师没想到自己视为姐妹的人竟会背叛他，这盆脏水最终被扣到了他头上，他的家人也全部被牵连进来。吴律师老公的车每天都被人喷漆，儿子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了。吴律师迫切需要黄道熙的帮助，但黄道熙现在连自己都忙不过来。他接到消息父亲被送到了医院，急忙赶到医院，却看到的是父亲的遗体。父亲在外头闲逛，被车直接撞死了。黄道熙崩溃的大哭，他不知道父亲是被老卡的人带出去的，还以为是自己没能好好照顾父亲。他不想这件事影响吴律师，于是自己为父亲举办了葬礼。葬礼上老卡来了，致哀。黄道熙认不出他，只以为他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但当老卡离开后，他才看到老卡送的花圈，那是黄道熙最喜欢的花。只有银星集团的总裁知道这个喜好。想起总裁之前的威胁，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死因，他不是自己出去的，是被银星集团的人带出去害死的。黄道熙急忙追了出去，但老卡已经开车潇洒地离开了，他只能跪在地上大哭。这一刻他暗自发誓，总有一天他会让银星集团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部剧里的女性彼此理解，互相支持，帮助对方达到人生的高峰。即使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彼此指责，而是会第一时间给予安慰。吴律师在竞选市长的关键时刻，尽管对手对他进行污蔑，他仍决定优先帮助黄道熙处理父亲的葬礼。虽然黄道熙没有主动告诉他们，但当他们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所有人都赶了回来。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下，黄道熙最终走出了悲伤。第二天他整理好自己，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现在吴律师的得票率降到了20%，如果找不到澄清的方法，吴律师可能会退出竞选。吴律师试图联系那个诽谤他的前财务，这个人曾是他的朋友，现在却站在对手那边攻击他。吴律师希望这位前财务能说出事实真相，
但这位前财务根本不敢答应，因为涉及的是他的贪污行为，一旦说出来就等于自暴其短。吴律师曾视他为至亲，知道他所犯的错误后，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退出选举。吴律师不忍心让这位前财务坐牢，因为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黄道西无法理解这种想法，既然决定从政，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即使是亲人犯了法，也应该一视同仁对待。他不允许吴律师就此退选，决定再找其他的解决办法。但除了通过这位前财务下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黄道西气得紧握拳头，低头沉思。但徐敏年的行事却一片大好，是他逼迫这位前财务诽谤吴律师。现在他即将将吴律师挤出局，当然要乘胜追击。听说这位前财务因内疚而试图自杀，他立刻想到了一个阴险的计策。虽然这位前财务没有自杀成功，但他仍能利用这一点，找到对付吴律师的方法。之前吴律师去找过财务，徐敏年也知道这件事，他打算把财务自杀的责任推到吴律师身上，说是吴律师逼迫财务帮他，财务无法承受压力，才选择自杀。只要这个消息一放出去，吴律师的前途就彻底完了。徐敏年的手下是黄道西的前夫，他虽然帮徐敏年办事，但他并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他希望的竞选是公正的，而不是通过捏造谎言诽谤他人。徐敏年觉得自己稳赢，但他不知道，他的做法已经失去了手下的心。当吴律师被逼无奈，只能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竞选的时候，黄道西的前夫偷偷溜到后台，播放了他和徐敏年对话的录音。大家都知道了是徐敏年一手策划的，甚至他还想害死财务，把责任栽赃到吴律师头上。现场的记者们立刻炸开了锅，他们纷纷询问吴律师这事的真相。吴律师意识到形势已转，立刻告诉大家真相。他宣布不会退出竞选，现在该退出的人是徐敏年。从那天起，徐敏年彻底退出了市长竞选，而吴律师人气大涨，成为了市长候选人中的热门人选。除了白载明，吴律师的票数是最高的，他们的成功已近在咫尺。现在他们最大的对手是白载明。吴律师找到了白载明的妻子殷彩岭的佣人，爆出了内幕，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殷彩岭非法雇佣外国保姆的事情。殷彩岭和白载明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条新闻对他影响巨大。但他的团队中有位曾辅助过总统的老卡，老卡很快就想到了对策。默认能猜到这一切都是他的团队精心策划的。他们派人去对付白载明，然后把这个人和吴律师联系起来，这样市民就会认为罪犯和吴律师关系密切。吴律师和白载明都在竞选市长，让人不免怀疑这是吴律师的指示。吴律师不能坐以待毙，黄道西决定亲自去和罪犯谈谈，但他没想到老卡也在场。老卡是白载明的人，不难猜出这一切都是他们操纵的。黄道西一看到他就怒不可遏，因为他们不久前才害死了他的父亲。黄道西不想和这种人多说什么，直接回去召开了紧急会议。现在最好的办法不是解释，而是找出白子明的把柄，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同时狠狠打击白子明一方。吴律师团队的成员都是黄道西从银星集团带来的，他们对白子明了如指掌。白载明喜欢美女，只要从与他有关的女人入手，总能找到把柄。黄道西派人去找那些女人，但他们一听到白载明的名字，就拒绝了进一步的沟通。显然他们都已经被警告过，所以才不敢背叛他。黄道西想到了另一条线索，已故的小秘书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他回到了银星集团，并向自己的亲信询问事发那天的监控在哪里。没想到亲信居然说那天的监控已经被清除了。黄道西原本认为小秘书是自杀的，但如果真是自杀，银星集团为何要清空监控呢？这是否意味着小秘书可能是被白载明推下去的？道西立刻命人收集所有的监控录像，也许其他监控拍到了一些线索。黄道西决定去找国之言，他取代了黄道西的位置，不可能对小秘书的事一无所知。他是如何赢得白载明的信任的呢？难道只是因为一张帅脸？白载明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黄道西怀疑国之言掌握了白载明的把柄，所以白载明才会给他这么高的位置。可惜国之言死不承认，黄道西也没办法拿他怎样。黄道西只好转身离开。但就在这时，他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盒子里是孕妇营养补充剂。他立刻猜到国之言怀孕了，以白载明的为人，他不可能不对国之言采取行动，所以这孩子肯定是白载明的。与此同时，殷彩岭也发现了一些蹊跷。白载明和国之言关系这么密切，说他们之间没关系他是不会信的。殷彩岭立刻让人调查国之言，结果准市长的儿子竟被打了。吴律师气的想要发飙，可一转头就看到另一个孩子被打得更严重，原来是他的儿子才是施暴者。这下事情严重了，
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说他们仗势欺人。如果受害者家长不愿意和解，那吴律师的儿子可能要被送进少管所了。他一直忙于选举，哪知儿子竟出了这种事。他们这下直接把把柄交到了对手白载明手里，白载明肯定会借机发挥。吴律师和他的儿子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看着网络上的种种报道，黄道熙敏锐地感觉到事情不对劲。打人的视频里没有拍到其他孩子的脸，却偏偏将吴律师儿子的脸拍得清清楚楚，而且拍摄的正是施暴的那一刻。这一切精确到像是有人精心策划的一样。不仅黄道熙觉得奇怪，他的前夫也觉得有问题。前夫已经离开了徐敏年的团队，加入了吴律师这边，但即使他和黄道熙联手合作，也难以平息民众的怒火。现在舆论已经冲向警察局了，白载明想利用舆论逼局长将此案交给检察院处理。局长虽然快要退休了，但还是经不住老卡那软硬兼施的胁迫。没多久，吴律师的儿子就被送到了检察院。黄道熙急忙去找检察长，没想到国之言也在那里。他告诉黄道熙，这一切都是他们策划的，他们想保住吴律师的儿子，除非吴律师放弃竞选市长，否则他的儿子将以罪犯的身份被关进少年看守所，然后成年后会被移交到监狱。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哪个母亲会为了自己的前途毁掉自己孩子的未来呢？国之言的咄咄逼人让黄道熙非常愤怒，他干脆把黄道熙怀孕的事说了出来，还嘲讽他说他高兴不了多久，一旦孩子的事情被曝光，国之言肯定会是白载明第一个放弃的人。但国之言还是不肯醒悟，黄道熙让手下散布关于国之言和白载明的关系，他需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样才有时间查清楚真相。几天后，黄道熙找到了受害者，拿出手机里的证据，逼迫受害者和吴律师儿子和解。吴律师儿子之所以打人，是因为受害者在网上散布吴律师的丑陋照片，吴律师的儿子忍无可忍，这才对他动了手。黄道熙不用猜也知道，这些人肯定是白载明的人，这群人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开始反击了。黄道熙找到了教育局局长，孩子们之间的问题，他的话语权很重。黄道熙知道他与白载明有勾结，但这不重要，这种人最在乎的是钱，谁给的钱多他就站在谁那边。这笔钱是黄道熙向银星集团的大小姐要的，大小姐和殷彩岭一直不和，殷彩岭是他父亲和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大小姐对此很不满，因为总裁对她的依赖远超过对自己这个亲生女儿。如果白载明成功上位，那么殷彩岭的嚣张世态就更甚了，因此他决定和黄道熙合作。他给黄道熙提供了资金，黄道熙则帮助吴律师竞选市长。正是因为殷彩岭提供的资金，黄道熙才能让教育局局长出面，反过来打击白载明。局长还向大家揭露了有政治人物在背后推波助澜，这番话让吴律师立马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这一局让白载明输得彻底。最近吴律师取代了白载明，成为了票数最高的候选人，街上几乎都是他的支持者。而白载明因为爆出了和何伯之言的绯闻，两人都成了舆论的焦点。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他们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薄之言坚决地声称，他和白载明没有任何关系，还找来了假男友来转移公众的注意。但就在他们公开秀恩爱的时候，黄道熙那边直接公布了他和白载明私下会面的证据，让白载明和国之言措手不及。再怎么解释，大家也不会再信了。众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国之言原本就怀有身孕，经历这种打击，他突然在台上晕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了。白载明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并没有因为关键时刻出了问题而怪他，这让他感到一丝心里的温暖。国之言以为自己和其他女人不同，他自信地认为自己是白载明的命中注定的人，但他不知道，白载明一离开就派老卡去杀了他。只要国之言一死，谁是孩子的父亲就无人知晓了。这样他们还能趁机攻击吴律师，说是吴律师到处造谣，逼得白之言无奈自杀。想到解决的办法后，白载明又去挽回明星的支持。他当众宣布要将银星集团免税店50%的股份分给支持他的民众。这番话让他失去的支持者重新回归，但这使他失去了丈母娘总裁的信任。总裁命令白载明撤回此言，但白载明已经不再听从总裁的安排，离成为市长只差一步，怎可能还听总裁的摆布？他开始威胁总裁，只有他当上市长，银星集团才能稳定运作。要是吴律师当上市长，无论是他还是银星集团，都只能是配角。总裁这才真正看清了这个人，没想到养的狗反咬了一口。他不仅不能反击，还得忍受这份屈辱。事后白载明派殷彩领去对付国之言，殷彩领早就对国之言恨之入骨，就顺便帮他一个忙，他向殷彩领承诺，等国之言死了，
他会好好的陪伴殷彩岭。但殷彩岭来到医院后，却告诉国之言他要结束他的生命。殷彩岭自己也是个私生子，对国之言还持有一丝同情。他让国之言照他的计划行事，这样至少能保住他的命。至于他肚里的孩子，殷彩岭打算把孩子当做自己的养。为了表达诚意，他甚至把这段对话录了下来。国之言相信了他的话，马上跟他一起离开了医院。他以为殷彩岭会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忘了殷彩岭和白载明是夫妻，他怎么可能背叛白载明帮外人呢？幸好同时，黄道熙那边发现了异常，他见到小秘书死。那天，小秘书从楼上掉了下来，不一会儿，白载明从楼里出来，大家都在关注小秘书，只有他没有过去。他一定是知道小秘书已经死了，才会表现得那么镇定。他可能就是杀害小秘书的凶手。如果他能那样对待小秘书，那他是否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国之言下手呢？这场备受瞩目的网飞大戏，终于迎来了他的大结局。白载明为了爬上市场高位，不惜对怀有自己孩子的国之言下手。他一边只是发布国之言的遗言，一边在直播节目中与吴律师辩论，企图把国之言的死归咎于吴律师。但黄道熙绝不是易于对付的对手，他紧追国之言所在的车辆。此时国之言已被迷晕，黄道熙试图打碎车窗救人，可是白载明的手下还在现场，他将黄道熙击倒。幸好黄道熙的小记者及时赶到，他将国之言救出，并让黄道熙带着他先撤离。小记者虽受伤，但并无生命危险。只要国之言在黄道熙手中，白载明的末日就到了。国之言不会愚蠢到继续帮助一个企图杀害自己的人。他出席了吴律师的直播，并当众揭露了真相。原本以好老公形象示人的白载明，竟然让她怀孕，还企图杀人灭口，并嫁祸于吴律师。直播一结束，薄载明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同时，黄道熙找到了国之言藏的手机，这手机属于已故的小秘书。他用这部手机给白载明打电话，试图让他在小秘书骨灰前下跪，但白载明仍然顽固不化。他还以为有机会翻盘，不知道小秘书临死前已经录下了他们的对话。白载明一时恶念起，一把将小秘书推下去。黄道熙已将录音备份给了吴律师，而吴律师随后将录音公之于众。事到如今，白载明别想竞选市长了，他余生都得在监狱里度过。他气得连杀人的心都有了。可黄道熙还掌握着他的一个秘密，白载明的父亲也是个政客，在被人害死后，白载明一直想要为他父亲报仇，但他不知道，他一心想要除掉的敌人，其实一直就在他身边。总裁请来的老卡正是害死他父亲的那个人。白载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一回到家就开始狂饮。不料总裁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了，担心白载明会影响到银星集团，总裁便派人去了结了白载明的生命。第二天，白载明自杀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吴律师借此机会顺利成为市长。黄道熙比本人还要激动。谁说女人不能成为政客？女人在事业上完全不比男人差。吴律师登台演说，也没忘记感谢一直支持他的黄道熙。但他未曾想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黄道熙手下的记者竟然开始指责他，全场都惊呆了。辅助新任市长的高级官员竟然收受了银星集团的贿赂，现场一片哗然。台上的吴律师更是难以置信，他不知道黄道熙故意让记者提及此事，因为他当初向银星集团的大小姐索要了200亿，那笔钱是从总裁的海外账户里赚来的。黄道熙一直没忘记要向总裁复仇，只要他被捕，总裁的那个账户也会被调查，到时候他所有见不得人的事都会曝光给大众。虽然总裁是大小姐的亲妈，但在他们的家族，权力才是最重要的。黄道熙不怕坐牢，因为他相信不用3个月，吴律师肯定会让总裁也进来陪他。但在那之前，一个意外的客人找到了黄道熙，他听说黄道熙是女王制造者，所以帮帮我吧。